伊姆为什么要处决土星萨坦圣？原来黑胡子才是真正的导火索。萨坦圣抵达弹头岛只为干3件事：第一件事，干掉第一科学家贝加庞克。不管是谁在研究消失的那段100年历史，都必须从这个世界上彻底铲除。即便贝加庞克能研发强大的科技武器，也逃不掉被伊姆抹杀的命运。虽然有4皇草帽一伙的拼死保护，贝加庞克还是被大将黄猿夺走性命。由于阿特拉斯关掉了莉莉丝的连接器，让约克认为只有他一个分身获胜。在萨坦圣看来，除掉贝加庞克的目标完成。第二件事，保护生产母火种的融合炉。不管是和平主义者还是炽天使们，战斗需要的能源都是由母火种提供，那也是发动远古兵器天王的关键。只有保护住融合炉的正常运转，才能确保天龙人拥有统治世界的力量。草帽一伙并没有对融合炉下手，这件事萨坦圣完成得很漂亮。第3件事，彻底除掉草帽一伙。自从路飞觉醒幻兽种尼卡果时，就被伊姆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，CP0没能在鬼岛大战将其铲除，萨坦圣才会亲自抵达弹头岛对决路飞。由于巨兵海贼团的突然出现，导致草帽一伙安全逃离弹头岛。即便这件事萨坦圣没有完成，也不会是他被处决的关键因素。伊姆舍弃萨坦圣应该是下面2个原因：第一个是贝加庞克公开了历史真相，世人都得知陆地将会沉入大海，为了活命只能前往海拔更高的地方生活，红土大陆将会受到所有人的攻击，这会导致天龙人对世界的统治不够稳定。伊姆维持800年的秩序，因为萨坦圣的失职被打破，不可能允许这样的手下继续存活。第二个是萨坦圣被戴鹏触碰到蜘蛛腿，他将会变成五老星的模样行使权力，比如命令炽天使攻击海军士兵。因此伊姆决定将萨坦从五老星中剔除，让黑胡子的计划彻底泡汤。仔细回顾贝加庞克的广播内容，除了公开陆地沉入大海和 One Piece 的存在，并没有爆料出能改变世界格局的信息。黑胡子让戴鹏复制萨坦圣，才是伊姆将其处决的关键因素吧。佛之战国的最强一战暴露自身缺陷，黑胡子对他的评价果然是正确的。战国是所有海军大将之中唯一确定拥有霸王色的人。卡普还在满世界的追捕罗杰海贼团的时候，战国已经晋升为海军大将，与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打得不可开交。抵达拉夫德鲁得到 One Piece， 罗杰主动向海军自首。当年金狮子在埃特沃尔海战差点将罗杰海贼团团灭，得知罗杰被捕很是气不过，一个人闯入海军基地马林范多。战国和卡普联手出击，鏖战5天5夜才将金狮子击败。那场战斗还不确定战国是主力，也不能说他的实力在金狮子之上。顶上战争是战国出手最多的战斗，也是暴露出他存在的唯一缺陷。白胡子随队抵达马林范多后，战国忙于指挥，并没有参与战斗。直到路飞抵达处刑台，他才展示真正的形态，变成一尊金色大佛，一拳头下去，仅仅将3档路飞打漏气，明显是碍于卡普的面子在放水。黑胡子在推进城招募完伙伴，带着全团成员抵达马林范多，仗着暗暗果实能吸收一切攻击，完全没把自己的老爹当回事，结果被一刀砍倒在地，只能惊慌失措地喊爸爸饶自己一条小命。最终还是联手所有小弟干掉黑胡子，得到能毁灭世界的阵阵果实。黑胡子叫嚣着自己天下第一，还扬言能将马林范多彻底摧毁。元帅战国再一次变成大佛形态，从天而降一巴掌将黑胡子全团拍吐血，与黑胡子1对1战斗，从场面上看可以算是不分伯仲。随后卡普也加入战斗对抗黑胡子海贼团，还被黑胡子评价为2个过气的糟老头子。直到香克斯抵达马林范多，双方的战斗才彻底终止。黑胡子不敢对抗红发海贼团，带着所有手下乖乖离开。战国也解除大佛形态，答应香克斯带走白胡子和艾斯的遗体。整场顶上战争下来，战国2次变成大佛形态，维持的时间却很短。反观同样是动物系能力者的凯多，可以长时间的使用果实能力。难道说战国的唯一缺点就是大佛形态维持的时间非常短吗？而且战国辞去元帅职位2年后，就变成一个满头白发的糟老头。不得不说黑胡子当年对他的评价还真的是一点都没有错。盘点已登场的6个病毒系恶魔果实，其中2颗让能力者具备大将战力，还有1颗果实玩虐过3位海上皇帝。从名字来看，毒 Q 所吃的病果实就是利用病毒攻击，在圣者岛攻击红星海贼团，毒 Q 利用病毒将罗变成大美女，而且他释放的病毒具有传播能力，接触罗的人也会变成女性。病果实还有其他什么能力暂且不清楚，可以说那是一个废柴果实，只要武装色霸气足够强大，就能驱散病毒，恢复到原本的模样。凯撒吃了自然系瓦斯果实，能从身体的任何部位释放瓦斯，也会利用瓦斯附带的毒性攻击，让敌人出现头痛眩晕的感觉。不过瓦斯的毒性比较低，只要能憋住气或者将瓦斯吹走，凯撒制造出来的剧毒瓦斯所能产生的攻击效果就几乎为零。而且凯撒一直专心搞科技研究，对瓦斯果实的开发也非常差。麦哲伦的毒果实绝对是最强的病毒果实，它释放的毒气能剥夺对手五感，甚至还有很强的腐蚀作用。在推进成狭小的空间内，毒果实的攻击力会成倍增加。麦哲伦也被认为是海底监狱最强的男人。上一任海军元帅战国也说过，麦哲伦的战斗力很接近海军大将。当今的4位海上皇帝，有3人曾在推进城被麦哲伦玩虐过。黑胡子带着4个小弟去开招聘会，被麦哲伦一招毒龙全部秒杀。
巴基被关在推进城中，听到麦哲伦3个字就被吓得惊慌失措。路飞与麦哲伦单挑，中毒后差点丧命，好在被伊万科夫救了回来。汉库克的一个妹妹吃了蛇果实，还是非常稀有的眼镜王蛇形态，在战斗中能从口中喷射出毒液，不过毒性不算强，伤害也很有限。毕竟蛇果实是提升能力者的速度力量，而不是产生毒液战斗。伊万科夫的荷尔蒙果实，严格意义上是在利用病毒攻击，通过释放不同类型的荷尔蒙，可以治疗身患绝症的病人，也可以改变一个强壮男人的性别，让对方失去原本具有的战斗力。强大的霸气能驱散病果实的能力，自然也能让荷尔蒙果实失效。古老星萨坦圣到底吃了什么果实？目前还没有公布具体的名字。从它能变成巨大的牛鬼形态，很可能是一种动物系幻兽种。变成怪兽形态后的萨坦圣能从腿部释放毒液腐蚀周围的物体，因为萨坦圣也是一名科学家，还不确定释放毒液是来自果实能力。不过萨坦圣的整体战斗力绝对在大将之上，很可能拥有4皇级战力。在众多强者眼中，汉库克到底有没有大将级战力？小时候的汉库克被抓走卖给天龙人，在当奴隶期间吃下超人系甜果实，趁着泰格释放奴隶，汉库克3姐妹逃离玛丽乔亚之后，隐藏在香波地群岛，跟着雷利和夏奇提升战斗力。18岁回到故乡九蛇岛，靠着强大的战斗力成为女王。第一次率领9蛇海贼团出征，就获得8000万贝利的赏金。也因为战斗力太过强悍，被海军邀请成为一名王下七武海。杂婆婆曾是洛克斯海贼团的成员，也当过9蛇海贼团的船长。年轻时的战斗力应该有大将水准，整天被汉库克玩虐踢来踢去。为了当众处刑艾斯，海军召集所有七武海前往马林范多，中将吴蜀负责去邀请汉库克，带去的所有海军被瞬间石化。自己用匕首刺穿手掌保持清醒，才避免被汉库克将海军团灭。吴蜀还特意强调汉库克的战力强大，不是他所能抗衡的敌人。顶上战争开打之后，汉库克对海贼和海军进行无差别攻击，元帅战国看到也是无可奈何，只评价说那个女人很强，而且还说过汉库克拥有霸王色霸气，整体实力应该很接近大将。见到路飞被斯摩格按在地上摩擦，愤怒的汉库克立马冲了过去，一脚踹断斯摩格的海楼式武器。斯摩格很畏惧，也表明两人差距太大。青雉看到赤犬要对路飞出手，立马甩出一把冰刀击中路飞胳膊。汉库克立马变得愤怒起来，直接朝着青雉冲了过去。虽然不死鸟马尔科提前赶到，一脚踹飞青雉将路飞救下，但是从汉库克的行动来看，也自信能从青雉手中救走路飞。小时候的巴雷特被称为国家英雄，16岁就向罗杰发起过挑战。加入罗杰海贼团后，也经常对战雷利，据说能与年轻的雷利打成平手。在海底监狱将合体果实开发到觉醒，战斗力甚至不输最强男人白胡子。变成巨型怪物能玩虐4档路飞，却差点被汉库克一脚踹倒。真是应了那句话，路飞的敌人越强，汉库克的战斗力就越强。七武海制度废除之后，汉库克明确说过自己很强，并不怕被抓。海军也很认可他的实力，派去了未来海军王克比以及2名赤天使，其中赤天使鹰眼对战4皇黑胡子，场面上甚至一度占据上风。见到汉库克将海军和2名同伴石化，黑胡子并没有第一时间出手，而是趁着汉库克攻击克比的时候偷袭攻击，才抓住他的脖颈。而且黑胡子明确表示自己很畏惧汉库克的能力，不敢轻易松手。最后冥王雷利释放着霸王色登场，才让黑胡子离开，化解9蛇岛危机。此后汉库克的赏金涨到16亿5900万，超越所有赏金已知的皇父。加入汉库克学会霸王色缠绕攻击，整体实力妥妥的不输任何大将。不过汉库克依偎在雷利的腿上，这不给路飞戴了顶绿帽子吗？一口气看完香克斯的9场战斗，不愧是号称大将终结者的男人。第一场对战巴基大神，两人从小就在罗杰船上当实习生，经常因为一些小事情争吵，结果被雷利邦邦2拳打得不敢说话。本以为那是2个小孩的打闹，现在来看居然是2个半神的对决。第二场对战鹰眼米霍克，在香克斯断掉左臂之前，经常与最强剑豪鹰眼进行决斗，两人都是霸王色缠绕使用者，黑色闪电的碰撞犹如末世降临。第三场喝退近海之王，山贼王一把将路飞扔到大海之中，随后就被近海之王一口吞掉。香克斯为了救路飞被咬掉左臂，狠狠瞪了近海之王一眼，将其吓跑。第四场对战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，为了让艾斯不去追杀黑胡子，香克斯独自一人登上莫比迪克号，释放强大的霸王色震晕小喽啰。白胡子碍于面子拔出从云切，与格里芬碰撞在一起，撕裂天空。第五场对战大将赤犬，带着红发海贼团去马林范多救路飞，香克斯用格里芬挡住岩浆拳头，吓得赤犬脸颊流汗，一动也不敢动。香克斯还在顶上战争说出了那句经典台词：俺の顔を立ててもらおう。第六场对战大将黄猿，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，黄猿选着不理会所谓的面子果实，甩出大招8尺琼勾玉攻击乌塔。香克斯彻底愤怒，挡住所有光离子，用刀架在黄猿的脖子上，吓得他举起双手。第七场对战大将藤虎，藤虎比黄猿更加嚣张，拔刀就要攻击乌塔。香克斯释放超强的霸王色霸气，海军中将级别的战力逐个倒下。
吓得藤虎乖乖收起佩刀，选着离开。第8场对战大将绿牛，绿牛奉命去和之国处理百兽海贼团，赤犬特意叮嘱他不要惹草帽团，绿牛完全没有理会，还想着拿回路飞的脑袋。香克斯在和之国近海释放霸王色霸气，大将绿牛被麻痹身体吓得仓皇而逃。第9场对战基德海贼团，香克斯带着手下的人在巨人岛度假，基德和基拉碰巧来到埃尔巴夫，得知对面是红发海贼团，并没有逃。基德打算使用雌果实觉醒主动攻击，香克斯预见到附属海贼团会遭到重创，立马甩出一招霸禅攻击，神臂秒杀基德。最新的 SBS 第108卷公开鹰眼的过去，他曾经遭受过自己同伴的严重背叛，海军的某些行为让他经历过悲惨人生。七武海制度废除之后，鹰眼接受老沙邀请成立十字工会，成为巴基四皇团的核心干部，赏金也涨到35亿9千万贝利。同时还公布鹰眼过去曾是一名海军猎人，依靠猎杀海军维持生活。不过他的身上还有很多未解之谜，与香克斯的那场传说决斗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？是否拥有霸王色霸气，以及会不会霸王色缠绕攻击？还有他击败的上一位世界第1大剑豪又是谁？从鹰眼的驻地和穿着打扮看，他很可能是一位贵族，甚至有不少海米推测，鹰眼和多弗朗明哥一样是天龙人。在 SBS 第108卷中，有海米询问尾田，老沙曾说鹰眼是一名海军猎人，这与他当七武海有关联吗？尾田回答的原话是，米霍克过去的经历让他恨上海军，并且还遇上了严重的背叛，所以在孤独这方面跟无法相信人性的克洛克达尔是同类，心里是有一部分厌世的。加入七武海是因为这样至少不会再被海军追捕，能平稳过日子。但是如今这个净土也失去了，就想着躲在巴基的影子底下。从这段话可以推断出，海军的某些行为让鹰眼经历悲惨，或许就像罗宾一样，因为掌握着某种能力或信息，惨遭海军的迫害。与此同时，还可以确定鹰眼曾经也有过同伴，不过遭到了严重的背叛。或许鹰眼也曾组建过自己的海贼团，不过在背叛中无奈解散了。这两段悲痛的经历都应该与海军有关，才会选择去当一名海军猎人。他之所以答应老沙组建十字工会，真正的原因是他存在厌世心理。坊间传闻鹰眼去当王下七武海，是因为香克斯在东海失去一条胳膊，没有在剑术上决斗的对象，才去当七武海抓海贼打发无聊时间。其实鹰眼是厌烦了被海军追捕的日子，当七武海可以过安静生活。同意巴基当海上皇帝，也是因为会让自己过得舒服一些。至于鹰眼的身世以及曾经的对手，不知何时才能全部公开。两场战斗测出当下山治的战斗力上限，赤犬证实他比现在的盛平更加强大。自从盛平加入草帽团，就有人担心山治的地位不保。从两人对霸气的掌握来看，武装色应该在同一水平。山治能躲过卡塔库利的偷袭，见闻色绝对在盛平之上。两人都还没有展示过霸王色霸气，更加不会最顶尖的缠绕攻击。在和之国对抗百兽海贼团，山治的对手是赏金超13亿的奎因。觉醒体内的血统因子后，山治进化成魔神，也将奎因彻底击败。盛平的对手只是飞6包的福兹府，不管是地位和实力都比奎因差，两人的战斗也没有任何悬念。盛平没有拿出全部实力便取得胜利，不过盛平的赏金涨到11亿贝利，却比山治的10亿3200万高不少，给人一种山治战力不如盛平的感觉。不过在弹头岛的表现，山治比盛平高出不止一个档次。盛平全程划水，没有对战强者，实力也没有继续提升。山治的第一个对手是赤天使盛平，打断对方的一条胳膊获胜。赤天使的战斗力并不弱，索隆和卡库联手才将小鹰眼击败。而且陆奇在来弹头岛之前也说过，赤天使的战斗力不比本体差。山治能轻松击败赤天使盛平，实力也应该会在盛平之上。之后山治与大将黄猿也有交手，轻松挡下闪闪果实的雷射光线。山治对战萨坦圣的时候突然来了一句，身体人类的部分越来越少了。难道尾田想通过这句话强调山治的战斗力又提升一个档次，已经拥有能匹敌海军大将黄猿的水准？盛平虽然拿着10亿贝利的赏金，战斗力距离大将还有不少差距。赤犬在马林范多干掉艾斯后，还想着把路飞的脑袋留下来，甚至舍弃性命才挡住岩浆拳头，却被赤犬嘲讽两人的实力差距太大。在草帽团歇业的2年时间里，盛平也没有非常突出的战斗力体力。从山治能轻松击败赤天使盛平，以及能挡住大将黄猿的雷射光线，结合赤犬能秒杀盛平，当下山治的整体战斗力应该比盛平更加强大。随着萨坦圣召唤其他4位五老星，弹头岛即将迎来最后的10分钟，来预测一波草帽团的赏金变化吧。乔巴的赏金不变，依旧是1000贝利，他在弹头岛基本没有战斗，露脸的机会也比较少。海军不给草帽团的宠物提升赏金也很合理，娜美的赏金提升2000万，来到3亿8万6千万贝利。他和乔巴一样，在这个篇章的存在感非常低，除非在最后10分钟能对抗五老星，否则赏金的变化不会太大。布鲁克没有开启大号，一直在划水，也没有太亮眼的战斗。不过五老星正在找贝加庞克留下的信号发射器。从蛋糕岛篇章开始，布鲁克都在扮演骑兵的角色，
说不定他会保护发射器的安全。赏金大涨2亿，达到5亿8300万。弗兰奇的表现很中规中矩，没有对抗强者，也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。赏金最多会增加2000万倍利，达到4亿1400万。照片或许能换一张。罗宾在弹头岛的表现有点拉垮，对战炽天使过后一直是重伤阶段。之前他的赏金是9亿3000万倍利，相比战斗力略微有点虚高。不过罗宾拥有解读古代文字的能力，赏金也会象征性的涨2000万吧。乌索普在和之国的表现很一般，赏金居然能涨到5亿倍利。抵达弹头岛虽然没有对战很强的敌人，却迎来了巨人族的师傅，说不定在其他五老星抵达之后，陷入绝境的草帽团会依靠他逃走。乌索普也将成为最大的赢家，赏金暴涨3亿，达到8亿倍利。当前圣平也处在划水阶段，没有对战强大的敌人，参与感非常低，赏金的增长必然不会太高，象征性的涨2000万，达到10亿2000万倍利。山治在弹头岛可谓打了一场翻身仗，单挑炽天使圣平轻轻松松搞定，对战大将黄猿能挡住镭射光线，战斗力妥妥的又提升一个档次。他的赏金很可能会大涨到13亿1000万，达到之前奎因的水准。索隆击败了果实觉醒的卡库，也联手卡库打败了炽天使鹰眼。不过在对抗陆奇时一直处于下风，还被调侃拖同伴的后腿。弹头岛的剧情还剩下10分钟，不支持路飞击败觉醒状态下的陆奇，赏金的增长不会太高，达到13亿倍利，再次比山治低1000万。路飞的赏金绝对会大涨，全世界都知道他绑架了贝加庞克，弹头岛的罪行也会算在他的头上。而且路飞还击败了大将黄猿，把萨坦圣也狠狠暴揍了一顿。他的赏金很可能会涨到38亿倍利，超越鹰眼，仅次于目前的黑胡子。索隆为什么久久没能将陆奇击败？尾田早在 SBS 中就给出答案。经过鬼岛一战，索隆登基地狱之王，赏金也涨到10亿1100万倍利，一度被认为拥有匹敌海军大将的实力。跟着鹰眼学习2年，索隆的战斗力已经深不见底，对战大将藤虎虽然处于劣势，也算有一战之力。来到和之国后，归还黑刀秋水，获得妖刀研磨，能释放身体的武装色战斗，整体实力又提升一个档次。在鬼岛屋顶用血肉之躯挡住霸海一瞬间，身上有30多处骨头断裂，依旧能使用最强的9刀流亡者系砍伤凯多腹部，实力也得到了世界最强生物的认可。对战赏金13亿9000万的炎灾镜，种族完全劣势不说，妖刀研磨还时不时出来捣乱。索隆在绝境之下觉醒霸王色，彻底征服炎魔，击败炎灾镜，去弹头岛冒险。索隆前期的战斗表现还算不错，对抗恶魔果实觉醒的卡库，轻轻松松将对方击败。还有对战炽天使鹰眼，卡库被打成重伤，索隆一点事没有。要知道小鹰眼对战四皇黑胡子，场面上甚至一度占据上风。不过在对抗觉醒的陆奇时，索隆久久没能将对方击败，而且陆奇一直在调侃索隆实力不行，甚至拖累同伴不能逃走。陆奇与路飞也有过战斗，使用果实觉醒能力被路飞的武当吊打，战斗力明显没有大将级别。按理说觉醒霸王色的索隆能打赢陆奇。尾田曾在 SBS 中公开过，草帽团的非能力者最适合吃下什么果实？娜美应该吃下响雷果实，成为真正的天后女王，战斗力仅次于路飞。给索隆安排了凯多的鱼与果实青龙形态，这也表明当下索隆存在的缺陷，依靠鱼与果实可以完全弥补。索隆对战过觉醒卡库，又对战过炽天使鹰眼，对他的体力消耗很大。反观陆奇是动物系果实觉醒者，身体已经恢复到最佳状态。索隆久久不能击败陆奇，应该是体力和身体状态欠缺。难怪尾田会给索隆安排鱼与果实，让他的持续作战能力更强，打陆奇也不会陷入如此苦战的境地。被副作用削弱的5个神级恶魔果实，依然造就出2个黄级3个降级强者。暗暗果实拥有世上最邪恶的力量，不仅能吸收一切伤害，还能让恶魔果实能力无效。黑胡子为了得到它，潜伏在白胡子身边20多年，靠着暗暗果实的力量，能击败赏金5亿5000万的艾斯，对战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，场面上甚至一度占据上风。不过它的副作用会削弱战力，让能力者感到的疼痛加倍，即便是手指被划破一个小口子，也会疼得满地打滚。好在黑胡子有极强的忍受力，才没有浪费暗暗果实逆天的能力。麦哲伦所吃的毒果实，绝对是伤敌1000自损2000的果实。他释放的毒液能剥夺敌人的五感，让其在痛苦中慢慢的死去。也是因为毒性太强，麦哲伦的身体也会中毒。每天蹲厕所10小时，除去睡觉和吃饭的时间，每天只有4个小时后能用于战斗，依旧不能阻碍他成为推进层最强男人。战国也说他的实力接近大将。假如毒果实没有任何副作用，麦哲伦很可能有准黄级战力。路飞在觉醒橡胶果实之前，开发出来的3档和4档都有副作用。早期使用完3档之后，身体会变成小孩，战斗力也几乎为零。4档是霸气与身体的融合，开启一段时间就有10分钟不能用霸气。觉醒幻兽种尼卡果实，路飞获得世界上最胡来的力量，对身体的消耗也更加严重，战斗一会就变成小老头模样。好在有心脏之骨能瞬间恢复，不过对寿命的消耗应该会很大。当年路飞对战卡塔库利，橡胶果实完全被诺诺果实碾压，
不管路飞使用出什么样的招式，都会被模仿出战力更强的招式，甚至让不少海迷产生出错觉，诺诺果实就是橡胶果实的上级。不过诺诺果实也有副作用，就是每天都需要补充大量的糖分。如果不是卡塔库利要吃下午茶，路飞也不能活着离开蛋糕岛。手术果实是目前已知最贵的果实，售价一度达到了50亿贝利。吃下它的人需要有高超的医术，才能发挥这颗果实的作用。在和之国联手基德对抗四皇大妈，罗将手术果实开发到觉醒状态之后，赏金暴涨到30亿贝利，战斗力也应该有准大将级别。对战拥有2颗恶魔果实的黑胡子，甚至把对方狠狠揍了一顿。不过手术果实太耗费体力，让罗无法进行持久的高强度战斗，否则他的战斗力绝对还能提升一个档次。藤虎和绿牛揭露海军大将的致命缺陷，也难怪赤犬非要在马林范多干掉路飞。大将是海军中的最高战力，有人说他们是能等同四皇的存在。不过从目前的战绩来看，大将比四皇有些差距。赤犬不敢与白胡子正面交战，使用奸计弄伤对方才敢出手。黄猿企图攻击歌姬乌塔，被愤怒的香克斯用刀架在脖子上。还有大将绿牛想要逮捕路飞，连香克斯的面都没见到战败。那么海军大将与四皇的差距到底在哪里呢？从恶魔果实的能力来看，每位大将都有毁天灭地的能力，相比任何一位海上皇帝都没有劣势。武装色的差距还没有体现出来，况且那也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。还有见闻色霸气，目前只有香克斯会见闻杀，凯多展示过预见未来，在顶上战争对战白胡子，亲自也预测到未来，提前将身体元素化。不过海军大将对霸王色的修炼很差，只有战国确定拥有霸王色。反观所有的海上皇帝，除了巴基和黑胡子外，全部具备这项技能。而且凯多也曾说过，霸王色缠绕攻击，只有最顶尖的强者才会使用。是否可以确定的说，大将与四皇的差距就在霸王色的使用上？绿牛去和之国处理百兽海贼团，将赤鞘九侠与大和全部击败。面对香克斯的超强霸王色，却被吓得不敢迎战，仓皇而逃。藤虎在红发歌姬中主动拔刀，想从红发团手中抢走乌塔。香克斯释放超强的霸王色霸气，吓得藤虎乖乖收起刀带人离开。当年路飞去马林范多救艾斯，在绝境之下释放霸王色霸气，海军中的强者都感到惊讶。赤犬更是强调一定要干掉路飞，不仅因为他是革命军龙的儿子，身体中流淌着恶的血液。赤犬是看到路飞拥有王者资质，担心他会成为自己无法匹敌的强者，不管谁来阻挡，都要干掉路飞以绝后患。一口气看完艾斯的9场战斗，你还会觉得他没有大将级实力吗？戈亚王国的不确定之物终点站被烧毁，艾斯和路飞没来得及逃出去，正好被死对头布鲁杰姆抓住。就在路飞性命受到威胁的时候，艾斯爆发霸王色霸气，震晕所有人，带着黑桃海贼团去挑战白胡子。艾斯遇到七武海圣平的阻挡，两人经过5天5夜的战斗，最终耗尽体力也没有分出胜负。就在此时，白胡子海贼团全员抵达，见到世界最强男人就在眼前，艾斯立马筑起一道火墙掩护同伴撤退，自己连一招都没能挡住，惨败倒地。去鬼岛解救被拐走的和之国孩童，凯多恰好带着百兽海贼团远征，大和提着狼牙棒就攻了过来，被艾斯一招火拳打飞出去。两人展开激烈对轰，也未分胜负。最终艾斯一拳打碎象征凯多的美好，与大和成为同命相连的好友。寻找黑胡子遇到斯摩格抓捕路飞，艾斯甩出一团火焰挡住斯摩格的攻击，还不忘强调火焰和烟雾很难分出高低，只是与斯摩格简单过了一招便离开。见到路飞的同伴，艾斯表现得非常有礼貌，还不忘给山治点上一支烟。克洛克达尔的小弟在此时出现，艾斯二话没说就冲了过去，一记火拳轻轻松松摧毁5艘军舰。艾斯追捕黑胡子来到巴拿马岛，范奥卡率先扣动扳机，一枪贯穿艾斯的额头。艾斯将双手变成2把火枪，打得范奥卡四处逃窜。巴沙斯举起一栋房子扔了下来，一道火柱直冲天际，将房子化为灰烬。转头艾斯就甩出一招引火达摩火，打得黑胡子满身是火倒地嗷嗷大叫。黑胡子也用暗手激起一把抓住艾斯，又朝着脑袋来了一拳，神火不知火贯穿黑胡子的身体，艾斯的脖子也差点被重拳打断。场面上两人的战斗完全不分胜负，最终艾斯亮出绝招大炎戒元，无奈被黑胡子的黑暗吞没战败。路飞从处刑台上救下艾斯后，3大将中亲自第一个出面阻挡，一招冰块爆至嘴朝着路飞出来，艾斯甩出镜火焰进行抵挡，冰块与火焰相互抵消，打个平手。白胡子下达最后的船长命令，让所有同伴必须安全返回新世界。艾斯跪下来送老爹最后一程。赤犬嘲讽白胡子是时代的失败者，彻底激怒艾斯，让他不得不留下来。挥出去的火拳被岩浆完全吞没战败。为了保护路飞，用身体挡住岩浆拳头，自己的性命也留在了马林范多。一口气看完铁拳卡普的7场战斗，你知道海军英雄的唯一缺陷是什么吗？第一场击溃洛克斯海贼团。38年前，洛克斯率领海贼团攻打神之谷，旗下有白胡子、凯多等一众顶级强者。
当时的海军完全不是对手，被打得节节败退。最终卡普选择联手罗杰，才将洛克斯海贼团彻底击溃。卡普也是一战成名，被世人称之为海军英雄。第二场，锤爆铁头功大师青椒。当年的青椒拥有霸王色，赏金也有5亿贝利。卡普在对战青椒之前，特意用8座大山练习拳法，武装色霸气覆盖整个拳头，一拳下去将青椒的脑袋打凹了下去。第三场，霸禅对轰罗杰。据说卡普多次将罗杰逼入绝境，剧情中还没出现过具体的战斗。卡普和罗杰都拥有最顶级的霸禅攻击，两人战斗的场景也应该非常简单，就是罗杰将霸王色缠绕在艾斯上，与英雄卡普的铁拳进行霸禅对轰。第四场，逮捕金狮子时机。罗杰抵达拉夫德鲁后，主动向海军自首。金狮子得知后很是气愤，一个人闯入海军基地，卡普和战国联手出击，毁掉半个马林饭多，鏖战3天3夜才将金狮子关入推进城。第五场，一拳打懵马尔科。趁着3位大将出动对战白胡子海贼团，马尔科打算偷袭处刑台救下艾斯，卡普迫不得已出击，一拳将马尔科击落。顶上战争完结几天后，马尔科的脑袋依旧没有痊愈。第六场，被路飞一拳打飞，靠着白胡子海贼团全员的保护，路飞终于来到艾斯所在的处刑台。身为海军的卡普不得不站出来阻挡，不过在面对路飞的拳头时，他选择闭上眼睛放水，脑袋结结实实挨了2档路飞的一拳。第七场，卡普暴揍巴沙斯，得到能毁灭世界的阵阵果实后，黑胡子扬言要将马林饭多彻底毁掉。大佛战国从天而降，一巴掌将黑团全员拍吐血。随后黑胡子与战国单挑，巴沙斯跳出来给船长帮场子，结果被卡普一拳头从空中击落。紧接着联手战国对抗整个黑胡子海贼团。第八场，卡普为救爱徒单刷蜂巢岛，得知科比被黑胡子抓走后，卡普立马带着 SWORD 成员闯入蜂巢岛，上来就是一招银河冲击，几乎将一座城镇彻底摧毁。大将亲自站出来主动，被一招海底落下打入地底之下。还是溪流了解卡普的缺陷，佯装攻击科比贯穿卡普腹部，不过卡普还能拖着重伤的身体，一拳砸在恶阵王的脑袋上，掩护科比击碎巨大手臂，让 SWORD 成员安全逃离。最终卡普惨遭亲制的人围攻，重伤战败，至今下落不明。2场战斗暴露出索隆还存在的缺陷，难怪尾田会给他安排幻兽种恶魔果实。在鬼岛战斗对抗赏金13亿9千万的岩灾镜，索隆在绝境之下觉醒霸王色霸气，最终斩断镜的一条翅膀，登基地狱之王。此时索隆的赏金涨到11亿1100万贝利，虽然没有掌握3色霸气最顶级的用法，战斗力也绝对拥有匹敌海军大将的水准。不过当下的索隆还存在一个重大缺陷，通过下面的2场战斗你就能找到答案。第一场就是对战百兽海贼团的大看板岩灾镜。在对战镜之前，索隆联手4位超新星对战双四皇，用血肉之躯挡下最强合体技能霸海一瞬间，紧接着又拖着30多处骨裂的身体，使出最强技能9刀流亡者系砍伤凯多腹部，战斗力也得到世界最强生物的认可。之后靠着毛皮族的特效要重新投入战斗。对战岩灾镜的时候，索隆也明确表示，不快点解决掉对手会被耗尽体力丧命。虽然索隆成为最终的胜者，却昏睡了7天7夜才苏醒过来。反观觉醒体内血统因子的山治，击败赏金13亿2千万的异灾奎因后，都不用怎么休息就能恢复到最佳状态。可见索隆在身体快速恢复方面还有缺陷。目前索隆正在弹头岛对战 CP0 的陆奇，两人的战况非常焦灼，短时间很难分出胜负。陆奇一直在嘲讽索隆是草帽团的拖油瓶，因为战斗力太弱耽误同伴们逃跑。陆奇虽然将猫猫果实开发到觉醒状态，但对战5档状态的路飞被轻松秒杀，战斗力比黄猿弱一个档次，也没有海军大将的水准，最多与岩灾镜持平。按理说觉醒霸王色的索隆能打赢陆奇，不过索隆在此之前还经历过2场战斗，一场是对战 CP9 的卡普，也拥有果实觉醒能力，另一场是对战赤天使鹰眼，拥有抗衡4皇黑胡子的战斗力。这2场战斗的胜者都是索隆，也让他的身体被严重消耗，迟迟不能打赢陆奇，就是因为身体没有恢复到最佳状态。尾田曾在 FBS 中公开草帽团最适合的恶魔果实，给索隆安排了鱼羽果实幻兽种青龙形态，凯多就是靠着它成为世界最强生物。在鬼岛一战中，经历赤鞘九侠、超新星、路飞、大河的多轮攻击，依旧保持非常好的状态对抗5档路飞。从此是否可以推断出，索隆得到凯多的果实后能达到最强形态？因为动物系恶魔果实能弥补他恢复不足的缺陷。一口气看完冥王雷利的7场战斗。第一场对抗白胡子海贼团，双方的战斗持续3天3夜。当时的小马哥略微有点年少轻狂，朝着雷利飞过来就是一脚，被雷利用一个手指头挡下。这大概就是王父与皇父的差距吧。第二场，霸王色霸气秒杀天龙人。输完钱的雷利本想着当奴隶打劫买主，路飞一拳打飞天龙人，让他的计划彻底失败。雷利不得不穿着拖鞋走了出来，见到救命恩人小巴重伤倒地，释放霸王色霸气震晕所有天龙人。第三场对战海军大将黄猿，为了剿灭草帽团，
黄猿踩着索隆联系高抬腿，好在雷利及时出现，一脚踹飞黄猿的攻击，强调自己好久没使用过剑，还能给黄猿脸颊留下一道伤疤，两人的实力也在伯仲之间。直到暴君熊登场拍飞草帽团全员，雷利与黄猿的战斗也未分出胜负。第4场，砍瓜切菜干掉海王类，去九蛇岛寻找重伤的路飞。雷利的小船经历暴风雨被毁，他凭借超高的蛙泳技术穿过无风带，对战大海霸主海王类如同砍瓜切菜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多年前遇上海难被小巴救下，雷利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战斗呢？第5场，击退海军小杂兵，和盛平一起陪同路飞回到马林饭多。雷利的主要任务是阻挡海军，不知名的小杂兵完全不是他的对手。吴老星对他的出现非常忌惮，担心冥王雷利重新出山当海贼。第6场，秒杀4档路飞，学会3种霸气的用法后，路飞开发出橡胶果实的4档，本想着在师傅面前好好秀一波，结果被雷利一拳打飞。之后对战4档路飞也是显得游刃有余。第7场，克退4皇黑胡子。西武海制度废除后，黑胡子立马前去九蛇岛抢甜甜果实，趁着汉库克攻击克比，黑胡子一把抓住他的脖梗。此时雷利缓缓登场，强调不喜欢白胡子船上的小鬼，释放强大的霸王色霸气，逼迫4皇黑胡子乖乖离开九蛇岛。事后雷利表明自己已经老了，打不过拥有2颗恶魔果实的黑胡子，难道是在说年轻的自己能超越4皇？现在实力下降，打赢4皇有点困难了吗？